在中日冲突的火药桶被引爆之后，这一场峰会全球关注。刚刚在南非登场的 G2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连正眼都不给高市早苗首相瞧一下，站到底了。那你以为日本会龟缩回去吗？错，你来看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到哪里了？他居然出现在离台湾最近只有100公里的与那国岛，而且极为罕见公开美日联手反夺岛的3套剧本，打不死。封不住，备战不是嘴巴说说而已的。这一次的 G20 啊，在这个所谓的南非召开的时候，外界非常高度的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因为他已经表达他会出席嘛啊，那跟这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呢，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互动的关系啊？就没有想到，你看啊，在这个画面上面看起来，李强很热络的跟旁边人打招呼。但是呢，对于高市早苗部分，哇，你看，这真的是一个最遥远的距离呀！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差4个人而已。哎，今天高市早苗站在这个地方，是李强在这个地方，当然不是一直都看这里。你看1个、2个、3个，这个才几公尺，我们人跟人的距离了不起就2公尺，最遥远的距离呀。所以有日本媒体就说呢，哎，这个感觉上2个人啊，有所谓的一瞬间的这个眼神交汇，但重点是高市早苗也就站在那个位置，他也没有打算往前呢去跟这个所谓的李强打招呼啊。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李强你的态度怎么会是这样呢？事实上啊，你看哦，11月22号的时候呢，中国国务院这个国务委员啊兼外长王毅，那个时候呢，他在出席所谓的外长会谈的时候，直接就点名了日本啊。但老实讲，其实，在外交的这件事情上面哦，你要用很严厉的言辞去批评的话，那就代表是在外交上面我已经定调。所以你看，当时王毅他说，这个日本啊，叫做讲了不该讲的话，越了不应该碰的这个红线啊，甚至提出讲说，中国啊，对于这个所谓的日本来说呢，第一个不允许日本右翼势力啊，然后呢，这个开历史的倒车，还说呢，也不允许所谓的外部势力啊染指台湾，更扣上了一个大帽子。叫做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话说得很硬，100%就是战狼外长。我今天比较意外的是，在日本的国旗前面，王毅在这里，哇，他会有这个动作，低声下气告诉我这张照片怎么回事啊？事实上，之前啊，不就是有这个日本的外交官跟中国啊这个官员在会面的时候啊，有人讲说，哇，你看啊，日本官员在听讯啊，结果没有想到，马上又有一张照片传出来。这时候呢，主角呢居然换了人了。那网络上一直在流传说啊，这个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驻中国这个所谓的任中国驻日大使的王毅啊，居然跟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啊挺村信孝鞠躬的这个照片。当然，如果从这个照片看起来，哇，王毅感觉好像毕恭毕敬，对不对？百节认怂的感觉，对不对？然后挺村信孝，感觉连看都没看，他好像在接受他的这个鞠躬。是。但是呢，其实后来发现到，这居然是一连串影片当中的一个截图啊！大外宣啊，这什么东西？事实上，所谓的这个王毅鞠躬，就是画面的上面的这一个，他只是想要坐下而已啊。好，有没有？鞠躬了，对不对？如果单抓一个截图，感觉上他真鞠躬，但你真的来画面看，当时王毅的表情还是战狼你看那个表情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他根本也没有打算在这件事情上面低头。但是你想想看，这张照片这样子被刻意的瞬间截图，那就代表什么？中日之间在网络上面谁跟谁低头的这种文宣战，早就已经开打了。好，这个是网络的文宣战，我们担心的是距离真实的开战还有多迫近的距离。我们现在就回来看哦，当日本跟中国啊要把这个态势都拉到极致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和缓的空间？原定今天在澳门要举办一个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啊，结果没有想到中国就透过外交管道通知国家说，来，我告诉你哦，最近其实没有条件来举行所谓的领袖峰会。但比较特别的是呢，中国这个说法的时候，似乎直接要打脸日本，因为日本在今年是担任轮值的这个主席国啊。那你今天这样子，就代表是第一个外交上面我官员不跟你官员碰面。第二个实质在军事上面呢，你可以看到中国透过写信给联合国，他强调说，如果日方敢用武力来介入台海局势的话，这个叫做侵略行为哦。而且呢，还说这个如果日方做这个事的话，中国方面将会坚决行使所谓的联合国的宪章跟国际法赋予的自卫权。当然，他的讲法就是立基在台湾是属于跟中国在一起的这个状态，而且呢，中国说他们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跟所谓的领土完整的。同时，你可以看得到，我刚刚讲说，在那个军事武力的部分，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旗下一个账号叫中国军号，还发布了一个影片。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哇，又等待东风啊！
那你想想看，什么叫一切就绪，等待东风？东风就是他们的导弹部队啊。那这个导弹部队，是不是在告诉日本讲说，我跟你讲哦，我有什么冲绳快递啊，我很多的这个快递，如果你今天敢做跟我想法不一样的事情，我的快递就要过去了。所以我们通常在看老共的文宣传递的讯息，不是一句话这么说，字越少，事情就越大条。你看看通篇这一段影片有没有半个字幕，有没有半个标题？标题是报新闻给你看的，真正的标题没有那我就问，这些满满的要开战的这一段影片，哇，它传递多刚强的讯息，我才要问，会不会真的中日走到了擦枪走火了？中国的威海海事局23号的时候发布一个公告说呢，他们要在刘公岛展开实弹射击。对，那这个刘公岛它当然是位在这个山东省威海港里面，可是它特别的是什么？这个岛呢是之前清朝北洋舰队成军的地点，而且呢在甲午战争期间呢，日本海军曾经登岛了，还接收所有的军事设施。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事实上对于这个甲午战争来讲，是中日之间共同的记忆，但是双方的记忆点都有些不太相逢。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所谓的刘公岛这个地方，岛上还建有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景区里面还介绍说什么？他说这里是勿忘国耻的警示之地还要凝心聚力，致力民族复兴的聚魂高地。那你想想看他突然中国威海海事局，你以前不在这里演习，然后那突然跑出一个就是说我要在这里进行实弹射击的部分，让大家又再去关注，就是说刘公岛在中日的共同记忆里面，对中国来讲其实是一个耻辱的象征。你觉得日本会龟缩吗？我们看一件事情，日本的防务大臣居然来到了距离台湾最接近的，也就是他还有事，日本会有事第一个会被波及到的与那国岛，距离我们就100公里，来到这个地方释放了极重大的讯息外界认为说呢，你高市早苗现在面对到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压力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撤回？但是你光看他的民调高市早苗的这个所谓的内阁支持率其实维持在65%的高水准，特别是呢，在18到29岁、30岁到40岁的这3个族群里面，他的支持率居然都超过70%所以对于这些所谓的年轻或者是中生代的日本人来讲，他们用民调去证明了他们完全支持高市早苗，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最近这一段时间访问了冲绳跟所谓的与那国岛。那与那国岛来讲，距离台湾宜兰这个地方最近的距离大概只有110公里左右，而且呢，事实上传出来讲说，很早以前日本就已经规划说，在台湾有事的这件事情，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把所谓的与那国岛跟冲绳这个地方列为日本第一线的防卫据点9月的时候呢，日本跟美国在有举行一个年度最大规模的一个军演，叫坚毅之龙25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呢，事实上当时在整个演训的这个响定里面是要在岛上部署野外训练装备跟支援演习任务最特别就是所谓的支援演习任务，因为呢，我们刚刚提到说与那国岛它这个地理环境上面来说呢，如果这个接下来发生战争的时候，那美国其实上可以利用这个地方作为前进卸弹油料的补给点。那你想想看，它一个可以向台湾运送所谓的装备跟部队，第二个呢，美国的这个所谓 F-35B 的战机呢，也可以作为备用机场所以你看到日本媒体就我们刚刚提到说，在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就是说，西南诸岛的这些所谓的军事据点作战的行动预案里面，就有把与那国岛这个地方放进所以这里面当时的响定里面还包含了说，要把这个水陆机动团实施闪击战，还有陆上自卫队会进行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也规划说要用导弹来进行火力压制跟封锁的一个情形所以距离台湾这么近的与那国岛，它是不沉的航母，更让大家今天议论纷纷的是，不是备战挂嘴边，它真的深挖地底30米下去，要挖一座近代可以说是最现代、最强固的地下碉堡。日本这个地下碉堡长什么样子？它有什么功能？其实面对战争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战力的保存，还有第二个是一般民众的性命，你如何能够协助他们能够维持下来。所以日经亚洲就说呢，日本计划在偏南的西南群岛这个部分，要建造可以让居民可以提供避难的地下掩体，而且时间要能够撑大概2周。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地下掩体呢？就是要如果今天台海安全危机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必须要纳入整体的考量。
量里面，因为在1945年的时候冲绳战役啊，那个时候呢，日本政府他们就觉得就是说，哎，我今天这个地方很有可能美军会登陆，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平民避难政策。对，那他们在那个平民避难政策里面呢，在早些年的时候还没有很详细的一个规划，他们就觉得就是说，好吧，那避难就怎样？第一个嘛，就离开我们这个与那国岛这个地方，所以呢，那时候就想到了一个，就是用海运的方式呢，把人给送走。结果没有想到呢，美军以为说在船上载的就是所谓的日军啊，因此对这个所谓的船只造成了攻击。都是小学生。是，那你想想看哦，1484个人死亡，其中有784个都是小学生哦。然后呢，后来他有一个冲绳8重山的这个惨案，也就是说呢，他们发现到走海路很有可能被攻击的时候，另外想了一个，就是让大家离开他们的居住地。我就是不要离开这个小岛，我就地遮蔽掩蔽。对，就离开你原来的生活环境，然后往那个山里面去进行避难。结果没有想到呢，他避难的措施是成功的实施了，但是将近有16000人感染疟疾啊，其中有3647人死亡啊。是，那你想想看哦，他其实在整个战争当中啊，因为战争而死亡的人也不过才100多人而已，结果没有想到，因为这个疟疾造成死亡的数，居然是战争死亡的21倍啊！所以你想想看，整个冲绳战役里面啊，冲绳平民死亡人数达到9万多人，在那个状态之下，是占日本平民死亡总数的49.96%左右，是死在这个地方。对，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一次里面，他们有研判，就是说如果战争真实爆发的时候，在与那国岛这边民众只有24小时左右可以实施避难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的因应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都是过去的血泪教训啊！观众朋友，最近在国际拍卖会上一起拍出天价的怀表，让铁达尼再度回到众人的面前。为什么这个怀表重要？它见证了铁达尼最深刻的爱情，拍出了7300万的天价。为什么呢？我再描述一个情境，你会立刻勾想到电影《铁达尼号》最后记不记得那一幕？一对深爱的恋人夫妻，他们是一个老人在床上相拥，让海水慢慢淹过他们的身体。这对老夫妻正是怀表的主人。而随着铁达尼沉没之后，大家也说，为什么这一起悲剧意外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案发前14年，一部小说几乎100%预告了这一起灾难，只差把船名换成了铁达尼，一切都成真了。怎么会巧到让人头皮发麻？铁达尼号的遗物拍卖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创下了拍卖史上最贵成交金额的，这是第一次。就是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这只怀表，你会说一个18K 金的怀表，就算它具有将近100年的历史，那也不至于拍到178万英镑，折合台币7200万。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或者它非凡的意义吧？没错，这只18K 金的怀表，正是这个铁达尼号船上美国首富史特劳斯所拥有。那史特劳斯是谁呢？画面当中你看到这对夫妻，左边这位就是史特劳斯先生，他其实是一位美国的企业家，他也是大名鼎鼎的梅西百货的创办人与拥有者之一。那右边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呢和他当时都在我们讲的1912年。号称永不沉没的巨轮铁达尼号搭上由南安普敦前往纽约的途中，4月14号的那一天，他们呢搭上，绝对想不到自己这艘船会沉没。但问题是，因为撞到冰山，在沉没之前，大家都知道救生艇数目不够。那你这么有钱又有势的一对夫妇，是美国的首富，怎会没搭上救生艇？当然一定有猫腻。其实他的妻子艾达有搭上救生艇，大家都知道，看过电影都晓得，搭救生艇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女人与小孩优先。所以他太太是女人，他太太搭上了，但他先生呢，史特劳斯就没有搭上。结果这个时候，这一幕。你有没有发现，怎么他太太不是搭上了吗？怎么又跟史特劳斯在船上的床上相拥10秒钟？这段画面呢，导播继续看啊。我还记得它的背景是船开始倾斜之后呢，几位拉小提琴的乐手去开始拉安魂曲。没有安魂曲一边走，
就拍到了这一幕，短短的10秒钟，居然成了今天晚上中博要跟我们讲黄金怀表史上拍出最高价，主人就是他们、啊。因为那时候看电影，以为这10秒钟只是大导这个詹姆斯麦克隆他的安排的一个剪影而已，让人家说哦，船上有一对老夫妻相拥了。其实你没有发现他们雍容华贵吗？衣服华丽吗？他就是史特劳斯夫妻啊。那只是这10秒他都没有告诉你他是谁。好，那我要讲，他太太不是上船了吗？不是上救生艇，怎么又下来？因为他对他的先生说：“你去哪里，我去哪里。这辈子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感不感人？”好，所以他太太就下船，然后就跟他回到房间，然后相拥，然后最后赴死这样子。好，我要回到怀表的本身。知道铁达尼号，我刚才说是1912年4月沉没，那沉没的时间是凌晨2点20分，而这个怀表因为是他太太艾达送给了史特劳斯的生日礼物，什么时候送的呢？1888年，43岁史特劳斯的生日礼物，所以他爱不释手，随身携带，因为后面还刻有他名字的缩写。那当然你在罹难的时候一定也是随身携带，所以呢，铁达尼号什么时候沉，这个表什么时候停？导播来看看中博刚刚描述的这最后一句，我真的让人就觉得头皮发麻。来，这个就是那个怀表拍出去7200万天价，停在几点几分？2点20分，这就是铁达尼沉没的那一秒哎！而且发现的时候就在史特劳斯遗体的身边，是。不过他太太安达的遗体是没有找到。那后来这个怀表呢，其实后来由他的曾孙肯尼斯进行修复与保养，最后再在拍卖会上以刚刚我说的创纪录的高价落锤成交。不知道拿到的人会不会让这个时间依然停留在2点20分？我们以为那个晚上的那个2点20分是意外，结果现在回头来看，真的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14年前这部小说扎扎实实的已经命中了，只差那一艘船名换成了 Titanic， 一切都100%就是照剧本演了。其实我觉得有人一直都说这个铁达尼号呢，感觉好像是受诅咒的巨轮哈。那也有人认为呢，如果它是一个不祥之物，那你又一定要去找到它。你知道，其实很多人不是讲为什么不把铁达尼号给捞上来吗？当然，科学上有科学上的困难，可是也有人觉得不能捞上来。为什么不能捞上来呢？因为他们觉得里头很多的东西可能都充满着诅咒。我就拿这件事情来讲，铁达尼号观光潜水艇泰坦号，大家知道吧？这个以现代科技来说，你要在2023年搭泰坦号去看铁达尼号，应该是安全无比，因为这都是经过无数次的测试嘛。不管是舱内的压力、舱内的温度，在高温高压海底这个几千公尺深，这个绝对没测试，怎会带人去看？但为什么他就在2023年的一趟程途中突然失联呢？所以你说另一个沉船的地点仿佛结界一般，你不能打扰，你不能入侵啊。是，好，你讲到这个，我讲个题外话。之前很多英美的这些打捞专家去，不是莫名其妙钢层断，就是莫名其妙任何方法都失败，仿佛就有一股力量让你只要接近它的都不是失败，就是铩羽而归。那我回到泰坦号，当时呢，这些泰坦号舱内的所有人全部都罹难了，因为它失事嘛。但我要讲的是，你看，这都是他们之前所拍的画面。这里面有一个，我算游客好了，乘客，你知道他是谁吗？这个泰坦号的创办人，他是一位富豪，哈，叫 Lush。他的太太，画面当中左边这位 Wendy， 画面当中现在右边这位，好，大家看到了 ，Wendy 是谁？他就是铁达尼号著名史特劳斯夫妇的直系后孙呐、后辈呀、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你看富豪后辈在下潜，同样葬身海底，这个标看起来有点毛骨悚然呢？而且啊，它整个失事的过程，那才是让人觉得触目惊心。你知道铁达尼号沉船的位置，我刚才说几千公尺，3810公尺，所以在那个位置。每平方公分的压力，每平方公分什么概念？你一个手指头伸出来就是每平方公分，是281到351公斤。你去试想，300多公斤压在你一根手指头上是什么感觉？是什么感觉？不会有感觉，因为瞬爆。
所以呢，当时最高的标准大气压应该是350倍左右，直接被水压捏爆的概念。它潜水器出现船体缺陷或者是故障，内部一旦没有足够的压力与外部压力去达到平衡，你那是什么感觉？那种内爆的感觉，就像你拿那个铝罐丢到了那个垃圾车，然后垃圾车那个铁皮这样啪一下，碾成了一张纸，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说1/20秒，其实那些人就断气了。所以他们可能也许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哈。那这个铁达尼号，我刚刚不是一直讲到，就是说好像有一种不能说的诅咒、不能说的秘密。你的意思是说，从它问世到它航行，到它沉没，到你要去探索它，所有跟它相关的这么跨距长达100多年，都是诅咒。对。这个诅咒呢，就是来自于一本小说。小说怎么跟诅咒有关呢？来，先把时间拉回到1898年，当时有一位美国的作家叫做摩根·罗伯逊，写了一本名叫《徒劳无功》的小说。但是这本小说又译名为《泰坦》，泰坦又想到铁达尼，又想到泰坦号了，对不对？Titanic 本来就是巨人的意思嘛，一艘号称永不沉没的豪华巨轮，就是这本小说故事的主轴。它里面去提到啊，就说哇，这个人类航海史上空前巨大，也是最豪华的客轮呐，然后又满装这个有钱的乘客。然后巨轮呢从英国出发，没想到呢在北大西洋的途中撞上冰山，悲惨的沉没，许多乘客葬身海底，救生艇不够用。你听我在讲这个，你一定会说中国，你是不是搞错了？你是不是把电影的内容又再讲了一遍？这跟他小说有什么关系？不，我刚刚讲的就是他小说内容。我知道了，观众朋友听到了一个猫腻了。他小说的内容怎么跟电影的内容一样？可是他小说是1898年写的，铁达尼号沉没的时间是14年后的1912年，电影拍的是现在20世纪、21世纪拍的。请问怎么都这么雷同与巧合？难道那个小说家穿越时空，时空旅人，还是他会预言？好，我来讲巧合有哪些。第一个，小说跟真正史实上1912年铁达尼号沉没的巧合点一共有6到7个。1. 初次出航就沉没； 2. 都是撞上冰山； 3. 肇事地点都在北大西洋； 4. 两船航行的时间都是在4月份，航线也是英国到美国，人数都是3000人，而且连小说中所描述这艘巨轮泰坦，它的螺旋桨数是3个，真实的泰坦号，它的铁达尼号，它的螺旋桨数也是3个。碰撞冰山的时速23里，连这个你也能够在小说中跟现实一模一样。最可怕之处，两船出事的时候，乘客伤亡惨重的原因，竟然都可以是小说所臆测的救生艇不够，而在史实上发生。我想讲到这些，也难怪很多人说铁达尼号这辈子让他永沉海底，绝不打捞。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